我跟叶晨2周年的结婚派对上，他纵容白月光戴着跟我一样的珍珠项链，并开口让我宽心，说他只会爱我。后来他丢下流产的我，带着白月光游山玩水，你侬我侬。他说：木青，你乖一点。我确实乖，因为我已经不记得他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5月20是我跟叶晨2周年的结婚纪念日。为了庆祝这个日子，他不惜花费重金，包下整个酒店，还亲自设计了一款珍珠项链当做结婚纪念日礼物送给我，就是为了可以博我一笑。粉珍珠向来极为珍贵难得，更不用说他找的都是大小一致、色泽纯正的粉珍珠，这份心意更为可贵。他当着宴会厅所有来宾的面，亲自将我领到台上，并一脸宠溺地给我戴上这串珍珠项链。他说：我的皮肤白皙，戴珍珠最能衬托我的气质。我笑了笑，害羞地躲在他的怀里，然后趁着他不注意的时候，在他的脸颊落下一个深情的吻。众人见状，纷纷吐槽我们当众撒狗粮实在可耻。这不叫狗粮，这叫做真爱。叶晨知道我向来害羞脸皮薄，于是将话题都扯到了自己的身上，并将我紧紧地搂在怀里。听着他胸口强有力的心跳声，这一刻我感觉到无比的安心。然而这种安心并没有持续很久，因为叶晨正在跟朋友说笑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。与此同时，他搂着我腰的动作不自觉地微微用力，捏得我有些疼。可这次他却似乎毫无发觉。我抬眸，正准备开口问他发生了什么，却看到他的视线紧紧地盯着不远处宴会厅大门的方向。大门缓缓地敞开关上，这一次不只是叶晨，就连我的呼吸都微微一顿，因为我清楚地看到那个女人的脖子上戴着跟我一模一样的珍珠项链，同样的粉色，同样的大小，就好像是同样的心，不偏不倚地落在2个人的身上。女人很快便注意到了叶晨的身影，她脚踩高跟鞋，脸上扬起无比得意的笑容，就这样走到我们的面前。真巧，我竟然跟今天的主人公戴着一样的珍珠项链呢。看来我跟穆小姐的品味也挺相似的。她说的不知是项链还是人。周围的朋友闻言，开始纷纷将视线放在我跟她的脖子上。被人推到风口浪尖上的滋味让我感觉不适，但更让我不适的是她对我的称呼。女人对着叶晨打了一个招呼之后，随即很快便转身离开。只是在她转身之际，我清楚地看到她嘴角那抹若有似无的微笑，像极了一种挑衅。她离开后，叶晨这才微微松开搂着我腰的手，可他的眼神却还装作无意般地落在女人的身上。别生气，他就是我的一个朋友，而且你也知道，我最爱的人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个。他用微笑遮掩住自己方才的失态，全然没有提及他脖子上戴着的那条珍珠项链，似乎是有意逃避这个话题。我看着他，突然感觉他好像变了。结婚2周年的纪念派对，我最终还是以身体不适先行回家。叶晨闻言，派司机将我送回去。他告诉我，让我不要多想，回去好好的睡一觉。他没有发现自己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总是止不住落在别的地方。我垂眸，没有再说什么，而是转身离开。翌日清晨，叶晨温柔地把我叫起来，并告诉我他给我准备好了早餐。餐桌上，他的视线落在我的脖子上。你怎么没带我送你的那串珍珠项链？是不喜欢吗？勺子随意地搅动着碗里的粥，明明
肚子有饥饿的感觉，此刻却发现自己毫无食欲。我放下手里的勺子，拿起放在手边的豆浆，微微喝了一口，这才将嗓子里的不适感吞进肚子。是，我不喜欢。你不准备好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秦雅官的脖子上会戴着跟我一模一样的项链吗？我并没有忘记，昨天晚上在送我回去的时候，叶晨的视线一直紧紧落在秦雅官身上的模样。我也没有忘记，他们曾经是那么的相爱。更没有忘记，叶晨的书里面，至今为止还夹着一张他跟秦雅官合影的照片，上面写着4个字：一生挚爱。如果秦雅官是他的一生挚爱，那此刻作为他妻子的我，又算是什么呢？叶晨向来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，可这次他却在我的这个问题上吞吞吐吐，好半晌都说不出来一个字。时间一点一滴地从我们之间溜走，我能感觉到自己在面对他时，那一颗心愈来愈冷。不仅因为此刻坐在我面前的他，更是因为昨晚一夜未归的叶晨。黑夜降临，我就这样躺在床上，困意袭来，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。身旁放在床头柜的手机，静静地躺着一张照片，照片里面是叶晨一脸亲昵地搂着秦雅冠的样子。朋友很快就给我打来电话：穆青，叶晨怎么能背着你做出这种事情来？他是不是忘记今天可是你们结婚2周年的纪念日？是啊，我确实好奇，明明几个小时之前，他还口口声声地告诉我，他这一生最爱的人只会是我。我没有回复朋友的话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场宴会的主角是否已经改变。我挂了电话，起身去了书房。书桌上面静静地摆着一本擦拭整洁的书，我翻到52页，里面躺着一张照片，照片里面是叶晨跟秦雅官幸福相拥的模样。他跟我结婚2年，恋爱6年，8年的时光，却还是没能让他忘记自己的初恋。这对我来说谈何讽刺。更让我感觉讽刺的是52页5月20结婚。我一直以为叶晨是足够爱我，所以才会选择在这天跟我结婚。可当我握着那张陈旧的照片时，我却发现也许并不是如此。不然的话，叶晨在面对我的提问时，为何会这样犹豫呢？良久，他微微清了清嗓子：穆青，结婚之前我就曾经告诉过你，我确实有过一段恋爱，但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。那条项链确实是我当初送给他的，可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将项链保留下来。穆青，你大度一些，项链都是身外之物，我有一颗爱你的心，这难道还不够吗？大概是我的沉默不语让他感觉有些心慌，他伸出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。我看着从手掌传来源源不断的热量，这一刻我突然不想挣扎了。叶晨有一句话确实说的没错，他确实有一颗爱我的心，不管是恋爱还是结婚，他从来都对我言听计从，甚至没有反驳过我的一句话。可是真正爱一个人，又怎么会觉得够呢？他难道忘记了当初在求婚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对我说的吗？他说：穆青，爱意是无法衡量的，相信我，我对你的爱只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变多。然而，还没有等我开口回答他的话，叶晨放在餐桌上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。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备注：雅官。叶晨很快便松开我的手，然后落下一句：我去接个电话，便起身匆匆离开。这一刻，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，他是那样的果断，仿佛方才那个在我面前犹豫不决的叶晨，只是我的错觉罢了。再次回来，他告诉我，公司有点事情，需要他马上去处理。
晚上乖乖的等我，我到时候过来陪你吃晚饭。他说完，在我的额上落下一个不留痕迹的吻，随后便转身离开。我听着别墅门口汽车引擎声启动的声音，垂眸闭了闭眼睛，努力将自己的情绪压下去。佣人过来问我，粥有些凉了，要不要再热一下？我睁开眼睛看着碗里不知何时凉掉的粥，再热也没有原来的味道了。都到了吧？晚上6点，叶晨还是没有回家，我给他打了电话过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忙碌的嘟嘟声。太太，饭菜都好了。我将手机揣进兜里，然后告诉孙妈，让她把饭菜都放在保温盒里面。她可能在开会，没有听到手机铃声，我给她送过去吧。孙妈应声，很快便收拾好了饭盒递给了我。做总裁的专属电梯上了顶楼，电梯门一打开，一股陌生又刺鼻的香水味袭来，让我有些隐约的反感。越走进叶晨的办公室，这股香水味反而越加的明显。楼层的毛地毯很好的遮盖了我高跟鞋的声音，也让我更好的听到了此刻办公室里面叶晨跟秦雅官两人说话的声音。阿晨，你真的忘记我了吗？阿晨，我们在一起10年，我太过于了解你。从那天在宴会厅你的眼神落在我身上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你根本就忘不了我。叶晨的声音无情地打断了他接下去的话语。秦雅官，我已经结婚了。然而这样的话并没有让秦雅官退却。阿晨，我不管，我只知道我还没有忘记你，我还深爱着你。你难道忘记当初你曾经亲口告诉我，这辈子我是你的一生挚爱，除了我，你根本就不会爱上别人的。你看，这条项链就是你当初送给我的定情信物，你甚至为了得到最完美的粉珍珠，亲自下水深潜一颗颗帮我找到的。这些你都忘记了吗？我握着门柄的手因为用力开始微微泛白。我真是没有想到，那条项链背后竟然会有如此情深意重的感情故事。下一秒，我推开办公室的门就走了进去。映入我眼帘的是秦雅官趴在叶晨的怀里，低声哭泣着的模样。见我出现，秦雅官反而得意地看着我，而叶晨则是慌乱地推开他，然后快步走到我的面前。你怎么过来了？他的眼神慌乱，倒是让我感觉有些可笑。怪不得我打不通他的电话，怕是美人在怀，早就忘记还有我这个妻子的存在了吧。出乎叶晨意料的是，我并没有生气，而是无视秦雅官，拉着他就坐在了沙发上。我知道你今天加班，所以特地给你煲汤带过来，就怕你饿着。只是没想到，你这里还有客人。老公，你是要跟我一起在这里吃，还是打算跟这位小姐出去吃？叶晨看了我一眼，很快便开口让秦雅官先离开。秦雅官离开前，转头对着我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上的珍珠项链。饭桌上，叶晨几次对我欲言又止，可张了张口，最终他也只能对我做出极其无力的解释。我没听到你的手机铃声，而且我不知道他会突然过来。我忍下内心的不适，收拾好碗筷告诉他，我都理解。毕竟现在在你身边的人是我，秦小姐爱而不得胡言乱语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闻言，叶晨有些紧张的情绪这才微微松开了些。穆青，你能这样懂事，我很欣慰。他说着，甚至伸出手将我搂在怀里。这一次，我似乎再也感受不了任何的暖意。叶晨不会知道，我不想在这里跟他吵，是因为这里是公司，而当初也是他自己说的。穆青，你可以在我面前闹，在我面前哭，可是不要在公司里面无理取闹，那会让我丢脸的。你很懂事，所以可以做到的。
对吗？可如今呢，曾经对我说出这些话的他，却可以纵容秦雅官在他的办公室里面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。原来那些所谓的原则都是可以破例的。下楼后，我看到不远处在停车场等着我的秦雅官，见到我，他的唇角勾起，完全没有方才对着叶晨时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穆青，你别以为叶晨是因为爱你所以才娶你，他当初娶你，只不过是因为我离开了他的身边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你觉得自己还能守住他身边叶太太的位置吗？我勾唇微微轻笑了一下，而后直视他的目光，对他开口：可他要是不爱我，又为什么要娶我呢？秦小姐，人还是不要太过于自信，因为过于自信，最终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自负。秦雅官嘴角的微笑微微愣住，见状，我绕过他，驱车离开。叶晨是在2个小时后到家的，大概是为了补偿我，他的手里拎着最新款的某式包包。可我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，随即便收拾好躺进了被窝。见状，他走了过来，随后掀开被子躺了进来，伸出手将我搂进他的怀里。穆青，在闹脾气吗？叶晨向来是有洁癖的人，没有洗漱是绝对不会进被窝的，可眼下他就这样任由自己身上带着别的女人的香水味，躺在我的身边。一想起叶晨的怀里曾经抱过秦雅官，我就感觉一阵阵的恶心，随即胃里开始涌起翻滚。终于，当他即将在我的唇畔落下一个吻的时候，我狠狠地推开他，然后冲进浴室狂吐。胃酸烧灼食管的滋味让我感觉痛不欲生，甚至因为太过于用力呕吐，我的眼睛酸胀肿痛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那样的狼狈，那样的可笑。出去后，坐在沙发上的叶晨脸色很是难看。难受的话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。我知道我的此举已经让他感觉到不适，但我眼下也并不想跟他过多解释，而是随口说了一句，只不过是因为换季，所以这2天肠胃有些脆弱罢了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点点头。我去书房办公一会儿，你早点休息吧。说完，他不顾我的回复，迈开脚步就走了出去。关门声响起，我紧闭双眼，泪水落在枕套上，淋湿一片。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我们之间好像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翌日早晨，当我醒来后，身边的位置早已冰凉。我不知道他昨晚有没有过来主卧休息，因为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已经不那么重要了。简单的洗漱好，我就下楼用餐，看着此刻摆在我面前的牛奶，反胃的感觉让我愈加的明显。我没忍住，跑到卫生间，又是一阵猛吐。与此同时，一个让我害怕的猜想在我的内心浮现。检查报告很快就出来，我怀孕了。看着 B 超单子上那个黄豆一般大小的身影，我的内心百感交集。我是开心的，开心我终于拥有了属于我跟叶晨爱情的结晶。可另一方面，我又不想让这个孩子见证我们失败的婚姻，见证他父亲移心别恋的样子。纠结紧紧地缠绕着我的内心，让我开始迷茫。然而很快，叶晨就帮我做出了是否留下这个孩子的决定。我回去的时候，孙妈告诉我，叶晨要出差1周。我微微愣了一下，随即掏出自己的手机，却发现上面空空荡荡，没有一条来自叶晨的短信，就好像他在刻意地逃避跟我解释某些话题。夜晚，我躺在床上，反胃的感觉让我痛不欲生。我喝了好几口的热水，才让那股翻江倒海的感觉稍微缓解了些许。就在我躺进被窝的时候，手机突然传来叮咚一声，是来自一条陌生人的短信。我蹙眉打开来，
平静的心就像是被一块猝不及防的石头砸到，瞬间就溅起大大的水花。短信里静静地躺着一张又一张的照片，照片上是秦雅官搂着叶晨，两人微笑着看着镜头的模样。原来叶晨不愿意跟我说他要去出差，就是因为说不出口，说不出他其实并不是去出差，而是要带着秦雅官出去游山玩水，甚至背着我大肆地享受着专属于他们的二人世界。我划掉照片，然后冷静地拨通叶晨的电话。电话在1分钟之后才被接通，就好像他在布置一个适合接听电话的场景。还没等他开口，我直截了当地出声问他在哪里。他不假思索地告诉我，在海南跟客户出差。我一直以为谎言是需要草稿的，但这一次我却发现，谎言是可以信手拈来的。就好比现在，流淌在我们中间的气氛突然沉默下来，随后我听到门被拉开的声音。阿晨，你在干嘛呢？然而更快的是，叶晨将电话挂断的动作。听着话筒里面传来的嘟嘟声，这一刻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出乎意料的冷静。我坐在床上，晚风在窗外呼呼地吹着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我看着窗外的大树摇摆不定的样子，就好像有一种暴风雨来临的前兆。最终，我默默地打开短信，打了一行字：你赢了，叶晨，我不要了。叶晨不会知道，他为了庆祝秦雅冠的生日，带着他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，他的孩子也会因他而死去。窗外突然落下一阵闪电，随后大雨倾盆，落向远方的视线一片模糊。叶晨回来的时候，我还在睡觉。小产过后，我的身子变得很虚，连带着脸色都苍白了不少。叶晨以为我来了月经，于是吩咐孙妈就给我煮红糖姜茶。你乖乖地喝下去，身体会舒服一些的。我抬眸看着他，没有拒绝，听话地仰头将姜茶吞入肚子，随后躺进被窝，背对着他再次沉沉睡去。一觉醒来后，我告诉叶晨，我们离婚吧。大概是我将这话说得太过于平静，他以为我不过是在跟他闹脾气。穆青，我知道你生气，我出差没有提前告诉你，但那也是事出有因。你说要怎么样，你才肯消气？他放下手里的筷子，然后转头一脸认真地看着我。我并没有理会他，而是默默地喝了一碗粥。当我放下勺子，擦拭好自己的嘴角后，这才抬头看他。而此刻的叶晨显然对我已经有些许的不耐烦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叶晨。这一次，我甚至站起身，将放在茶几角落的离婚协议书放在他的面前。我已经签好名字了，婚内财产我也不多要，一人一半。如果你有问题，到时候可以直接联系我的律师。还没等我说完，他突然冷哼一声打断我的话。离婚？他边说边拿起离婚协议书，当着我的面狠狠地将它撕碎。穆青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是我明媒正娶的叶夫人，想要跟我离婚，我告诉你，除非我死，不然我怎么可能就这样放你离开？我猜到叶晨会做出这样的举动，所以并没有感到多少的惊讶，而是默默地又拿出来一份离婚协议书摆在他的面前。大概是没有想到，这一次我会这样坚决。他大手一挥，直接将桌上的饭菜都挥到地上。我看着地上一片狼藉，感觉有些许的惋惜。那些碗可是我亲手一只只挑选的，可眼下却也落得了这样4分5裂的下场，就好像我跟他的婚姻一片狼藉。椅子被猛烈推开的吱嘎声让我回神，我看到叶晨星红着一双眼睛，就这样朝着我走过来。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，他一弯腰，
将我整个人公主抱起来，并抬脚就走向2楼主卧。心里猜想到他此刻想要干嘛，我开始疯狂地挣扎，却发现跟他的力量相比，我的挣扎根本就于事无补。他将我摔到床上，疼痛感让我下意识地蹙眉，然而下一秒，他却更快地将我压在身下。在他的唇瓣落在我身上的那一刻，我掏出放在枕头下的水果刀，就对准了他的脖子。叶晨，想死的话，你尽管来。叶晨终究还是不敢离开主卧的前一秒，他告诉我，让我乖乖地待在房间，不要再妄想跟他离婚的事情。穆青，你知道的，惹恼我的下场很严重。我听着房门绝情关上的声音，手上的小刀终于再也支撑不了，就这样掉落在地上。小腹的疼痛感开始再次缓缓袭来，这一刻，我感觉自己筋疲力尽。再次醒来，是因为孙妈的声音：“夫人，您终于醒了，您都睡了1天1夜了。”手背上传来的刺痛感让我下意识地将视线落在那里，却发现原来是因为吊针。夫人发了高烧，是叶总叫来家庭医生给你打了吊针，还吩咐我给夫人煮了最爱的青菜肉丝粥。夫人是没有看到叶总刚才那慌张的模样，恨不得自己替夫人生病呢。夫人有叶总这样的疼爱，真是让人羡慕呢。我开口打断了孙妈的话，让她先出去。可是夫人，粥还没喝呢，出去。孙妈见状，不敢再多说什么，而是转身离开。然而没过多久，房门竟然又再次被推开，迷迷糊糊之中，我看到叶晨走到我的面前，他将我扶起来，靠在床背上，然后拿着那一碗放在床头柜的粥，舀了一勺就要喂我。尝尝看，这可是我亲自煮的。我看着他一脸期待的样子，在他欣喜的表情中，伸出手就将那碗粥狠狠地砸到地上。叶晨亲自煮的是吗？那我这算不算亲自砸了他的心意？挺爽的。叶晨捏着勺子的手开始用力，指尖甚至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。我当然看出来，此刻的他已经有些生气了。叶晨从小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，家里向来宠溺他，他身边的女人也都是以讨好他为主，根本就没有人敢当众驳他的面子，可我敢。叶晨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其实我挺不明白的，如果他的心里还放不下秦雅官，那是到如今我亲自放手成全他们，难道不好吗？为何还要在我的身上浪费时间，装作对我深爱的模样？叶晨，我累了。我知道你跟秦雅官之间那些曾经恩爱的过往，知道你小心夹在书本里面的那张照片，我想你应该没有忘记，那张照片上面你曾经亲手写下4个字：一生挚爱。如果你还如此的放不下他，我放手成全你们，难道不好吗？叶晨开始对着我摇头，甚至还想要开口解释，可我却根本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。而且你骗我说去出差，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秦雅官也会在你的身边？究竟是你心虚，还是你根本就不肯承认你喜欢的人一直以来都是他？脑海里想过无数次的话，此刻就这样悉数摆在叶晨的面前，他的脸色如同走马观花一样，精彩得很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走了出去，很快又回来，只是这次他的手上多了一样东西。照片。第一件事，你说的这张照片。话音刚落，他拿出口袋里的打火机，当着我的面毫不犹豫地点燃那张照片，然后放在烟灰缸里。第二件事，出差我确实带了他，但那只是一个偶然，我不知道他会出现在海南。他告诉我说他最近心情不好，在散心，而你打来电话的时候，他刚好从我的面前经过。
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穆青，我跟秦雅官之间已经分手8年，我的心里真的已经放下他了，不管他以后如何，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说究竟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能相信我呢？他跪在我的面前，双手紧紧地握住我，可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。叶晨，我给你一个机会吧，如果你可以做到，我就答应你，不离婚，我们好好的过下去。我告诉他，如果在30分钟之内买到城南我经常吃的那款蛋糕，我就放弃离婚的想法。闻言，他立马起身去了楼下，听着脚步声渐行渐远的声音，我掏出手机，面无表情地打了一个电话过去。很快，孙妈给我递了一杯温水上来。孙妈告诉我，叶晨方才出门之前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匆忙的就驱车离开了。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急事，叶总看上去竟然会如此的慌张。我接过温水，微微抿了一口。叶晨不会知道，蛋糕不过就是一个借口。在他离开的空隙，我给秦雅官打过去一个电话。我告诉他，叶晨不肯跟我签离婚协议书，你口口声声他对你的爱意，似乎也不过如此呢。我不知道秦雅官是用什么样的理由把叶晨叫走，但叶晨也应该知道，这一次他食言了。所以叶晨，接下去会发生的事情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1小时后，叶晨才到家。见到此刻坐在沙发上等着他的我，他显然有些惊讶，更多的是一种手足无措。因为他的食言，穆青，他张嘴轻轻地叫了我的名字，我却从他的话语里听出他的那份无力。我没有生气，也没有动怒，而是起身走了过去，伸出手抚平了他微微蹙起的眉头。叶晨，你去哪里了？在他准备开口的时候，我又先他一步出声。别骗我，叶晨，你知道的，我最讨厌别人骗我，而且你已经骗我3次了。第1次是叶晨告诉我，他送我的珍珠项链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第2次是他告诉我，他这辈子爱的只有我一个人。第3次是他骗我自己去出差，可实则却是带着秦雅官游山玩水。叶晨微微垂眸，避开了我的视线。秦雅官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去了，所以我才会耽误买蛋糕的时间。穆青，你相信我，这一次是真的，我真的没有骗你。我点点头。我相信叶晨这一次说的是实话，他也确实做到了没有欺骗我。可是叶晨，我已经不准备原谅你了。那你怎么先回来了呢？叶晨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他用着有些惊讶的眼神看着我。我无视他的眼神，而后用无比体贴的语气对他开口。叶晨，我是介意你们的过去，可我还没有到这样小肚鸡肠的地步。秦小姐受伤，她身边的好朋友应该是不多的，不然的话，她也不会第一时间想到要给你打电话。眼下你不管，她就这样先回家了，她一个人在医院自然是不方便的。叶晨告诉我，他已经帮秦雅官找好了护工，有护工在，自然不需要他担心。我摇了摇头，护工怎么能跟朋友相比呢？老公，你还是过去陪他比较好，不过我也只能容忍你过去2个晚上，后天你一定要记得准时回家。见我这样说，叶晨也收回了嘴角的话，告诉我后天他一定会回来，也会给我带我最喜欢吃的蛋糕。我对着他笑着点了点头，随即目送他驱车离开。汽车很快便消失在我的视线内。叶晨，后天你一定要回来。这一次，叶晨真的做到了自己的承诺，他准时回家，并给我带了蛋糕，却被告知我出了车祸，已经失忆不记得他了。
叶晨自然不会这样容易就接受这样的事实，直到孙妈将我的流产报告书以及那个孩子的 B 超单交给他。叶总，太太失去孩子之后一直都很伤心，郁郁寡欢，所以才会在开车的时候一时走神，出了车祸吧？叶晨一言不发，在我的病房外面抱头痛哭，大声嘶吼。而躺在病床上的我，只觉得这声音真吵啊，吵得我都睡不好觉。叶晨自然不会这样容易就放过我。夜晚，他走到我的床边，看着紧闭双眼，尚且在睡梦中的我。穆青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地记得所有人，却唯独忘记了我？怎么能这么狠心的就允许那个孩子离开这个世界，甚至不让我知晓他的存在？然而，不管叶晨再怎么恨我，他都不会在我的面前表现出来，反而是在我醒来之后，开始一次又一次地讨好我。因为他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他亏欠我的。他给我买来我最爱的小蛋糕，却只会被我无情地丢到垃圾桶。他说给我买了最喜欢的衣服，而我则面无表情地将它们当着叶晨的面剪破、丢掉。他会给我一次又一次地讲我们之前那些恩爱的故事。他会告诉我，那年他关节炎发作，我冒着大雪去给他买药的场景。可不管他说的再说，我都只能回复他一句话：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我看着叶晨就这样在我的面前开始痛苦地掉眼泪，并一口一个告诉我他错了。他说，如果那天他不离开我，是不是我就不会出车祸，更不会忘记他？我看着他跪在我面前，一脸忏悔的模样，只感觉头部被纱布缠绕着的地方开始控制不住的隐隐作痛。叶晨，你以后别来了，我男朋友看到会不开心的。叶晨挂满泪水的面孔就这样猛地抬头看向我，他的眼神里面流露出太多的情愫，可这次我却不想再去关注了。他问我谁是我的男朋友。话音刚落，门口出现了一个男人。叶晨还是不死心，他说我肯定是假装失忆骗他，然后又不知道从哪里找过来一个男人，说是我的男朋友。我没有反驳他的话，而是垂眸微微笑了笑，然后主动地拉起男人的手。叶晨，信不信由你了。这一次，叶晨终究还是放我离开了，但并不是因为他相信了我的话，而是因为秦雅官怀孕了。跟叶晨约定好签离婚协议书的那天，正好是我出院的那一天。连日阴沉的天气终于放晴，就好像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庆祝我的新生。民政局门口，我看着被我拿在手上的离婚证，只觉得心情无比的畅快。我终于自由了。叶晨很大方，他将名下80%的财产都分给了我，除了公司跟我们的那套婚房。他说，那套婚房里面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故事跟回忆，他没有办法这么轻易的就放下。他说出这话的时候，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，因为我早就已经忘记一切了，而且那对我来说不过就是房子罢了。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，我看到不远处朝着我迈步踩着高跟鞋走过来的秦雅官，他一抹红唇，笑得很是得意。在经过他的时候，我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话：我赢了。后来我离开了这座城市，去了大唐不夜城。听说叶晨跟秦雅官结婚之后，开始天天酗酒，甚至还把自己的胃给喝成了胃出血。闺蜜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正在给客人调酒。来到这里之后，我开了一家店，早上是咖啡店，晚上是酒吧，也就是年轻人所向往的早 C 晚 A。 叶晨不会知道，我确实没有失忆，那个所谓的男朋友也不过是骗他的一个筹码，目的就是为了想要让他跟我离婚。甚至连秦雅官怀孕都是我一手策划的。毕竟
一个女人如果想要成功上位，肚子里的孩子会是很好的一张牌。对了，不只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听说秦雅官因为跟叶晨赌气，在怀孕的时候喝了一杯酒，那孩子现在生出来，竟然是个智力有问题的。听说后来叶家也因此嫌弃他，不仅不承认这个孩子，甚至让叶晨跟他快点离婚。他虽然不肯，但在叶家的胁迫下，也只能答应了。我品着鸡尾酒，心里却没有一点波澜，因为就如那天我对秦雅官所说的，这场棋我赢了。从叶晨选择他的哪一刻，他就已经输了，一败涂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